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手有通天文，富贵自天来。天数有道，万物有变之无穷。天地运行有其规则，但其万物有其规律。手相之术虽然历经千年风霜，至今之规则也是皮表。在手相中有一种掌纹被称为通天纹，据说有此掌纹的人具有沟通天地的能力。那么通天纹真的能够通灵吗？当然是否定的。但是你可以看看身边的成功人士，80%以上都有这种通天的纹路。那么通天纹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一起来看看吧。什么是通天纹？通天纹顾名思义就是具有通天本领的纹路，因此通天纹也叫做神秘线、灵感线等等，即从月丘下部开始延伸到中指下方的一条曲线掌纹。中指下方为先天乾卦位，月丘为后天乾卦位。八卦类象中乾为天，故此掌纹被称为通天纹。手中长有通天纹的人不仅第六感强烈，而且往往能与天地沟通。手有通天纹10个9个能，是真的吗？民间相理学认为，一个人的手有通天纹，那么这个人的第六感会很强，能够抓住很多机会，从而使得自己事业发展，让自己吃穿不愁，本事非常大，会成为能人，有所成就。有通天纹的人命运如何？第六感很强。如果一个人手有通天纹，那么这个人的第六感一般都会很强，也就是说，这种人能够感知得到很多东西，不管是鬼神还是人的内心，这种人都是会有比其他人更敏锐的感知的。也就是因为这一点，手有通天纹的人才会显得比较的与众不同。能抓住机会。现实中手有通天纹的人通常都是能够抓住很多机会的，之所以可以如此，主要就是因为其感知能力很强，所以一旦遇到了很好的机会，其自然也是会比周围的人更加容易感觉得出来了，这样一来也就能自然地抓住好机会，辉煌腾达。事业运很好。通天纹的手相还可以助旺一个人的事业运势，让他们在事业上的发展非常的顺利。他们祖辈的运势很好，因此他们可以在祖辈的帮助下，在贵人的辅佐下成就一番事业。甚至有通天纹手相的人还可以白手起家，事业成就很高等等。所以男人有通天纹的手相必定是个事业有成、社会地位很高的人。财运不错。另外，根据手相学中的说法，如果一个人的手相之中有通天纹的手纹，那么这种手相特征的人命中财富不得了啊。通常来说，有通天纹手相的人，他们天生的财运就十分的旺盛，总是可以吸引到财富，总是可以得到更多的金钱，在求财方面的运势也是顺风顺水。所以通常来说，通天纹手相的人是个富贵之人，命中的财富很多哦，一辈子都不缺钱花呢。但是通天纹必须要笔直，而且周围的散纹比较少，财运才会好。如果旁边有很多的杂纹，会相互影响，甚至出现破财的格局。吃穿不愁。因为每一次有机会路过的时候，手有通天纹的人都会感知得到，并且可以抓住机会，让自己得到更好的发展。所以最终一个手有通天纹的人基本上都是吃喝不愁的，其具备足够的能力和敏锐的观察力，能够让自己生活得很顺利。有通天纹的女人旺夫。最后，通天纹的手相对于女人来说也是非常吉利的哦。一般来说，有通天纹手相的人可以帮助旺夫运，给丈夫带来很多的好运，给夫家带来福气等等。所以通天纹是非常难得、非常富贵的手相特征之一哦。通天纹在不同手上的命运如何？左手有通天纹。如果你的左手手相中出现通天纹，这种手纹说明你的家境好，家庭背景好，家里有钱。简而言之，这种手相特点的人一般会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，
祖上是成功的人，家庭基础深厚，社会地位较高。同样如此，具有首相特点的人，他们在事业上可以得到许多人的帮助，不仅可以得到父母的护驾，还可以得到祖辈人脉的支持。他们对贵人的运势很有信心，因此左手有通天文首相的人，大体事业上一定会成功，事业成就也会很高。相反，左手有通天文首相的人，一生也从未为金钱烦恼过，因为他们一生都不缺钱花哟。看得出来，这类首相特征的人根本就不富裕。简而言之，左手有通天文首相的人是个不折不扣的富二代，而且自身能力也不差，可以有自己的事业成就。2. 右手有通天文。众所周知，在手相学中，左手代表我们的先天运势，而右手则代表我们后天的运势变化。因此，从右手相位来说，大部分时间是可以推测我们后天的运势变化的。如果你的右手手相出现通天文，那么这种手相代表的也不一定是你早年的富裕，也许你也没有出现在富裕家庭，你的家境也不富裕哦。而右手有此纹路的人，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，通过自己的毅力与奋斗发家致富，白手起家。由于具有这种手相特点的人，嗅觉非常灵敏，头脑灵活，反应能力很强，在商场交际方面都很在行，所以右手有通天文手相的人，能在往后的人生中拼凑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。事业成功了，还能成为一个非常富有的人，以后的日子里也不会缺钱花。基本上有手相特征的人都会很有钱。3. 双手有通天文。双手有通天文的人是两只手都具有通天文的手相，具有这种手相的人，前世是大善人，今世有神灵庇佑，因此这辈子会有福报，不管从事什么事情都会有贵人相助，从而大有作为。相术有云，双手通天文者绝少见，有之者心硬手辣，大事必成。因此这类人的前途不可限量，不仅工作上大有作为，而且这辈子财运不断，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，财富也会越来越多。另外，相术有云，通天文横贯手掌者绝少见到，有之者心硬手辣，必成大事。5. 通天文与事业线的区别。有些人容易将事业线与通天文混淆在一起，其实二者是有差别的。事业线的起始点通常在手掌的根部，又称为玉柱纹，而通天文的起点是在月丘。不过也可以将通天文看作是一条特别的事业线，因为生有这条线的人本身就有着很好的事业运，只是比单纯拥有事业线的人更多了一份灵气，第六感更强一些。而且拥有通天文的人通常对玄学或神秘事物有着天生的兴趣，天生与神佛有缘，所以人们才说这类人有沟通天地的能力，其实就是对一些神秘事物有一些感应能力吧。总而言之，如果你手上有这种神秘的通天文，一生富贵真的是想之不尽。当然，相不独论，通天文对人的运势影响仅仅是其中一部分。若想准确地了解一个人的命运好不好，建议结合八字、面相、紫微斗数等等各方面因素综合分析，这样才更为准确。讲生命线看你是否健康长寿。这个世界上没有偶然，有的也只是必然。无论多么微小的邂逅，都必定会影响未来的命运。这些缔结的缘分都会以掌纹的形式在你的手中一一呈现。手掌的纹路既是一种记录，也是一种预示。尤其是手掌中的生命线，不仅是表现寿命长短、健康状态、有无病难及突发事故的部位，同时也是要做好预防灾厄和进步的部位。那什么是生命线？不同的生命线命运如何？接下来小酱汁大酱友们具体了解一下。1. 什么是生命线？生命线是西洋手相学的叫法，中国手相学叫地纹，是人体手掌三大主线之一，起于食指指根线与拇指根线中点，为正位和巽位的分界线，包绕整个大鱼际，呈圆弧形抛物线延伸向手腕横纹。2.
不同的生命线命运如何？一、生命线的长短。生命线如果长长的，并且深刻鲜明，说明你的性格很开朗，精力很旺盛，身体属于比较健康，很少去医院的类型。不过你虽然先天身体状况很好，但手纹是可以改变的。如果你整天熬夜、胡吃海喝，肆无忌惮地挥霍自己的健康，那么你的抵抗力就会慢慢减低，失眠脱发的问题就开始困扰你哦。如果你的生命线比较短，说明你的身体状况可能不是很好，在年轻的时候可能患有胃病，并且因为抵抗力较差的缘故，容易得流感之类的小病。不过生命线较短的人性格都很善良，会同情弱小，并且也很简单很直白，不喜欢拐弯抹角的说话，也不喜欢对人耍心机。这类人做事情脚踏实地，是属于值得让人信赖的类型。二、生命线的深浅。前面有讲过，生命线颜色深刻鲜明的人身体状况会比较好一些，并且这类人心胸开阔，不会因为一点小事就斤斤计较，同时他们的抗压能力和适应能力都非常强。生命线的纹路如果很浅很细，代表这类人的身体素质相对差一些，不过只要保持健康的饮食和规律的作息，还是可以把身体状况调节过来。另外，纹路浅细的人性格会比较的内向，胆子会小一些，自制力相对也会差一点。三、有2条生命线。多数人都只拥有1条生命线，拥有2条生命线的人非常的少。但是如果你在此列，就说明你的生命力非常的强，身体抵抗力和自我恢复能力都特别厉害，所以你是属于不容易生病，即使不小心生病也会很快恢复健康的那类人。另外，拥有2条生命线的人事业发展会比较顺利，即使遇到难题也能够迎刃而解，名利双收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。四、生命线上有小横线穿过。如果生命线上有短横线横过，说明你可能会突然患上疾病，建议你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，经常去体检，做到早发现早治疗。另外，这也说明你的运气会遭遇非常低迷的时刻，这时你要做的是多行善事，并且默默充实自己，记住教训，做到自我反省，这样你的运势才会慢慢得到改善。5. 生命线出现中断。手相学中，生命线有明显中断是不吉之兆，这代表你在某个阶段会生病或者发生意外的可能性非常大。如果间隔很大，代表疾病不容易痊愈。如果生命线中断，但在左侧或者右侧有一条小线并行，则代表你虽然会遇到灾厄，但能够逢凶化吉，即使生病，最终也能够康复痊愈。如果生命线有中断，但出现重叠，则意味着即使身患恶疾，最终也会康复。重叠的长度代表康复的时间，重叠的部分越短，代表康复越快。6. 生命线断断续续。生命线如果不是一条完整的实线，而是出现断断续续的情况，就说明你的身体抵抗力比较差，平时容易生病，而且容易产生疲惫和焦虑感。不过出现这种情况，只要你平时多锻炼，保持良好的作息和饮食习惯，并且懂得舒缓压力和自我调节，那么你的身体情况会逐渐得到改善。7. 生命线主线上有分叉。生命线上如果出现向上的分叉，说明你的性格乐观阳光，做事情积极努力，因为求知欲强，懂得自我提升，日后很有可能成为行业所在的佼佼者，名利双收。如果在生命线上出现多条向上延伸的小支线，这些小支线又被称为希望线，有这类纹路，说明你有着远大的抱负，野心很重，未来不可限量。但这种希望线数量一定不能过多，如果数量太多，说明你的行动力不足，经常3分钟热度，为人有些好高骛远，不切合实际，最终很有可能空有抱负却郁郁不得志。
生命线下端如果出现非常明显清晰的向下分叉，则代表你中晚年日子可能会过得不太安定，会经常处在奔波忙碌之中。不过若你在年轻的时候可以去大城市或者异地发展，很可能会取得成就，这样中晚年的日子会得到改善。另外，这种分叉的出现也提醒你要小心自己的婚姻状况，你的婚姻生活可能会出现问题，并且分叉越大，问题越严重。小酱汁提醒，分叉一定要清晰深刻才算数，如果是浅浅的一条，并不能说明什么。如果你的生命线有分叉，而且分叉线延长到月丘的位置，则代表你的生命力虽然很顽强，但女性容易得妇科类疾病，男性容易前列腺方面出现问题。8. 生命线有交叉纹。生命线如果末端出现交叉纹，则代表婚姻生活可能不太幸福，中年时期容易发生婚变，而且晚年子女会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无法留在身边尽孝，晚年容易感觉到很寂寞。如果你生命线出现这类交叉纹，建议你婚后多花些时间在家庭关系的经营上，多花精力在另一半身上。生命线如果起端出现交叉纹，则代表年幼时身体瘦弱，容易生病，学业也容易遭遇波折，青年时期会受到小人干扰，想要成就大业，就要付出比其他人多几倍的努力才可以。9. 智慧线和生命线相交。智慧线和生命线相交，代表这类人智商很高，头脑清晰，只要肯努力，事业上会有不错的发展。在感情方面很理智，很强势，很挑剔，容易错过良缘。不过这类人对爱人忠诚，不仅很懂另一半的心思，也懂得自我反省，是不错的恋爱对象。10. 感情线、智慧线、生命线全部相接。若3条线全部交汇，代表这类人在感情中属于比较弱势的一方，喜欢胡思乱想，没有主见，很容易被人左右。若早婚会得到恋人的庇佑，晚婚往往会将就。小酱汁最后提醒大家，手掌中的纹路是会不断变化的，虽然显示你过去的掌纹不会发生改变，但预示你未来的掌纹会随着你的言行发生改变，所以命运可以改变，它掌握在自己。女穿事事福，男穿事事难。夫妻都是川字掌，运势如何？川字掌的手相是手相学中众多的手相之一，因为这种手相还是比较罕见的手相，因此这也就成为了为什么川字掌人很少的原因。有川字掌的人还是比较少的。那么这种手相好不好呢？手是人的第二张脸，手不仅仅能够体现出一个人的颜值，同时也会体现出此人的命运。川字掌的手相是手相学中众多的手相之一，民间常说女穿事事福，男穿事事难，右穿代代福，左穿累累金。也有人说算命师从来不给川字掌的人算命，这都是真的吗？究竟什么是川字掌？有川字掌的人命运如何？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。1. 什么是川字掌？川字掌的手相是我们手中的生命线的起点没有在智慧线的上面，也就是生命线和智慧线是彼此分离的，再加上那条分离的感情线，就成为了川字掌的手相。当我们把手掌倒过来90度的时候，就会发现我们手中的3条主线构成了一个川字。这种手相还是非常好辨认的。一般情况下，只要是生命线和智慧线是分离的话，十有八九就是川字掌的手相了。2. 川字纹的命运特征。1. 左手川字掌。1. 精力充沛，勇敢执着。左手川字掌的人很有领导能力和活动力。这类手相的人通常精力充沛，好像有用不完的能量，以至于这类男人有魄力、勇敢，精神思维强。左手川字掌的人悟性好，直觉性强，学什么东西都很快，只要是自己想学的东西，通常都能样样精通。川字掌的人命运怎么样？真的事事不顺吗？ 2. 控制欲强，感情路坎坷。男人左手川字掌的人占有欲很强，同时控制欲也很强，尤其是在感情方面，属于时时刻刻想控制着自己的爱人，就算是一些细枝末节的地方，他们都想要干涉。
往往让对方喘不过气。所以这类首相的男人往往感情无疾而终，或许要多经历几次感情的磨难，才能更好地懂得其相处之道，比较适合晚婚。3. 事业有成，财运不错。左手川字掌的人有很多的优秀品质，对事业都是非常有帮助的。再加上他们是一个比较好强的人，轻易不肯服输，所以往往在事业上取得不错的发展。事业有成，那么财运自然不会太差了。2. 右手川字掌。1. 性子比较急，做事有鲁莽。右手川字掌的人多半性格独立，他们很有自己的主见，做事大多依照自己的想法进行，很少被他人的情绪左右。但是右手川字掌的男人性子大多都是比较莽撞的，做事很少思前想后，往往做事不计后果，有时候即使完成了，也有很多错误，不是一个特别细致的人。女人左手川字掌纹的首相，财运事业方面好吗？ 2. 事业运不错，很有事业心。右手川字掌，事业心还是比较重，这类人通常悟性高，一点就通。如果能改掉自己莽撞的性格，在事业上还是比较容易成功的。还有，事业与财运是相互影响的，事业上平步青云，财运自然会越来越好。一般来说，这类男人一生还是比较好运的，很少会有经济问题烦恼。3. 感情方面比较坎坷，容易晚婚。右手川字掌的男人性格比较叛逆、孤僻，换句话来说就是比较不合群，再加上他们自卑心比较强，容不得别人说自己不好，所以在感情上容易和恋人发生不愉快。单身人士的话，异性缘不是很好，所以这类男人大多会晚婚。川字掌的男人命运怎么样？真的事事不顺吗？ 3. 双手川字掌。 1. 独立性较强。双手川字掌的人从小就比较独立，他们很少会依赖他人，即使找了男朋友，大多都是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，不会那个这个小鸟依人，向男朋友撒娇的类型。双手川字掌的女人非常能吃苦，有很强的毅力，只要是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哪怕再苦再累都可以坚持下去。 2. 事业出色。双手川字掌的人个人能力非常出众，有不输男人的拼劲儿，往往能在事业上比其他掌纹的人更出色。而且双手川字掌的人事业心也很强，将生活的重心更多的倾向在自己的事业方面。多劳多得说的就是双手川字掌的女人。 3. 爱情路坎坷。双手川字掌的人性格是比较强势的，少了人的柔情似水，而且大多都是女强人类型，往往让男人不敢靠近。而且在感情中，双手川字掌的人也比较霸道，喜欢占据主导，一些大男子主义的人往往不能接受，所以这类女人的爱情路比较坎坷，容易晚婚。 4. 有旺夫运。别看双手川字掌的人爱情路坎坷，但是一旦步入婚姻之后，还是比较幸福美满的。这类女人非常有主见，而且能力非常强，可以很好的分配工作和家庭的时间。不过这类女人在婚姻中比较缺乏情调，需要找浪漫一些的男人，这样生活才会更和谐幸福。有川字掌的女人通常情况下也旺夫，丈夫也很容易和她在婚后取得事业的成功。 3. 夫妻都是川字掌的命运如何？有人说女川事事福，男川事事难，这就是直接告诉人们，川字掌对于女性来说是好运气加深，而对于男性来说却不是一件好事情。那如果夫妻双方都是川字掌，命运如何呢？正常来说，川字掌实际最适合那些男人，毕竟在传统观念中，男性更能承担责任一些。到了要面对川字纹带来的负面影响时，男性也更有把握应对过去，最终获得巨大利益。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这种首相所带来的富贵并不是凭空降下来的，买个彩票中奖这事儿很难发生。川字纹首相带来的其实就是一个保证，只要有努力就一定会有所成就的，并且他们本身还带有一定的霉运。这种首相的人不管做什么都会有挫折。对于大多数男人来说，川字掌带来的孤傲个性以及略微倒霉的运程会进一步激励他们，
让他们在事业财运中走得更远。然而对于女人来讲，川字掌带来的影响恐怕并不是什么好事儿。要是那些先天意志坚定、不跟人下的女强人来说，自然是能够凭借川字掌的运程创下一番大事业。不过要是那些普通的想要正常生活的女人，川字掌就只会让她们感到痛苦，或者一蹶不振，或者奋发拼搏。如果夫妻双方都有川字掌，单从事业财运来说，这自然是好事儿。不过需要注意早年间的夫妻感情，因为这个手相主导早年间的挫折，他们在事业没有成就之前，会有一段相当难熬的艰苦岁月。只有夫妻二人合心，才能真正度过这段日子，迎接辉煌。从性格方面来说，凡是川字掌的人都相当独立，轻易不会去将内心的想法告诉别人，就算那个人是自己最亲近的爱人。要是夫妻之间有一个人是这样还好，最怕的就是夫妻二人都这么想，那么感情破裂就只是时间问题。4. 为什么命理师不给川字掌的人算命？之所以不给川字纹的人看相，其实与他们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。因为拥有川字纹的人大多都是非常理性的，同时也很自我，在与人相处的时候往往会表现出自负的一面。平时不喜欢听从他人的建议，总是会一意孤行，即便别人对他们的劝告是好意，也很难听到心里。拥有川字纹的人虽然个人能力比较强，但是却不懂得如何与人相处，尤其是在为人处事方面缺乏同情心，不擅长去原谅他们。对于自己的事情非常重视，却不懂顾及他人的感受。这种类型的人总是希望将一切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，不喜欢听到别人对自己有反对意见。正因为他们的性格比较特殊，让人难以适应，所以很多看相者都不喜欢给川字纹的人看相。大家讲讲看手相之人运，掌中有元宝纹，小元宝小富，大元宝大富，反正早晚都能富。一、拥有双鱼纹之人，这是一种比较罕见的手相纹路。双鱼纹的位置在于指拇指下方和掌心交汇处，手掌中出现的半弧状的交叉纹，形状像一个鱼形。拥有这种手相的人文采出众，学习能力和写作能力俱佳。有这样的掌纹的人往往能力过人，才华横溢，智慧超群，而且运气很好，一般都能成为行业中的成功人士，成功以后房子车子不在话下，是属于有名有利的人。倘若这种手相的人手掌红润，掌纹细腻，那么这个人官运好，依靠自己的努力会踏上官职。二、拥有玉颈纹之人，一般的颈字纹都是比较小的，由小杂纹和小细纹构成，这样的小颈字纹运势有多大可想而知。那么玉颈纹就不一样，玉颈纹是由双事业线和太阳线、财运线构成，形状大，运势也大。手相玉颈纹之人，事业运势很强，步步高升，绝非池中物，一飞冲天，指日可待。手相玉颈纹之人，百年难得一遇，学习时期就是天之骄子，颇有惊人才华，工作后注定会飞黄腾。假如在您的手相上有玉颈纹的话，成年后事业运势很强，步步高升，并非等闲之辈，事业成功指日可待。手相上有玉颈纹之人，百年都难一遇，年轻时上学期间就是天之骄子，颇有惊人才华，工作后注定会扶摇直上，必定是富贵之人，可喜可贺。三、拥有元宝纹之人，这个纹路才是真的元宝纹，它是由杂纹、生命线和智慧线，或者由财运线搭上事业线形成的纹路。如果同时掌形丰厚，颜色红润，手型端正，那么元宝纹的运势才能够得到彻底的发挥。掌中有元宝纹，早晚都能富，生命线和智慧线可以称之为手掌上的天地双纹。看命运好不好，运程顺不顺，多数就是看生命线和智慧线的长短粗细。
而如果生命线和智慧线的交叉点位于掌外，分叉纹路有几条，就表明一生财路有几条，延伸的越长，就表明钱财越多。这样的人生来含着金汤匙，此生注定横财不断，通过生意发家者也大有人在。手心元宝纹，四角不漏，属于大财库。一般来说，元宝纹代表有强的聚财能力。而对于女性朋友来说，元宝纹配合好的感情线，手心元宝纹更大的作用在于旺夫之财，说明你是你丈夫的贵人，婚后可帮助他提升运势，事业更加顺利。第二，40岁前有望暴富的手相，你的手相如何？十指连心，可见手对于身体是何等的重要。自古以来，我们从手相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身体健康与否，直到现在，中医学中还在沿用。例如，在消化科方面，可以通过看手掌有无肝掌来断定有无肝硬化。这样看来，学会看手掌还是很重要的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哪些人的手属于卧财手，40岁前有望暴富。一、人缘线。人缘线位于小鱼际处，向着手心方向延伸，通常有1条或者2条、3条。如果一个人的人缘线不仅向掌心处延伸，而且还顺着中指向上走，则拥有这种手相的人会在婚后发富，也许是丈夫有潜力，也许是爱人能力强大，能相互扶持，走向富贵。二、生命线。生命线就像它的名字一样，是主管生命的线。如果线路顺畅且清晰，代表的是身体健康，有高寿的寓意。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线的起点位于拇指和食指之间的中心，然后分2条线向下走，而且都还清晰可见，拥有这样手相的子，命中的财富也是数之不尽，而且不动产有很多，多属于成功人士。3、财运线。理想的财运线如同针一样笔直延伸，并且不受障碍线的阻拦。出现这样的财运线，意味着收入稳定，有存款，有证券、不动产等资产渐渐增加，没有大难大灾，事业稳定，走入正轨，能过上较好的稳定生活。4、事业线。事业线又名冲卦纹、卜、水行长财称之冲天纹、玉柱纹、天喜纹、纹笔等，在西洋手相学称为命运线。它的起点有很多不同的地方，但终点必在中指下的土星丘。事业线的起点不同，而会有不同命运开拓性的形。手中的事业线从智慧线上开始，为大器晚成。这类人在中年后才开始起好的事业运，事业上才能步步高升。5、断掌纹。拥有断掌纹的人因为婚姻线和智慧线重叠一起，所以具备智慧和感性的双重性情，一般比较睿智、聪明，判断力强，能力强，比较重感情，爱憎分明，做事果断，利于事业发展。对朋友亲情敢爱敢恨，大多是付出比较多，不计回报型的性格，会得到亲朋好友的信任，贵人较多，有恒心和耐心，具备敢打硬仗的性格，所以往往能成就大事。如果手掌很厚、很宣、很软，那是更好。很多有名企业家、官员、业界名人具备这种手相的人较多。第3，手相能看出轨外遇信息。婚姻线顾名思义，就是代表一个人的婚姻运势与走向。婚姻线外形的好坏也体现出命主的婚姻运势特点。如果手中的婚姻线延伸至金星丘，那么其人在结婚之后出轨的概率相当高。有这种手相的人可以说是天生的多情种，这样的人不但对于爱情容易缺乏忠诚度，对于墙外桃花也毫无抗拒能力，经不住诱惑，甚至期待多方面的感情。这样的人婚姻比较难以和谐和持久。3线同源，即感情线下垂，与智慧线、生命线连结在一起，
则其人在感情与理之间常混淆不清，因而做出傻事，以致男女之间麻烦事很多，事后又追悔不已。此特征的人称为感情糊涂型，因为感情线压在理智线上，导致感情用事而不顾理智。失去理智的婚姻当然会弄得一团糟。感情线与智慧线之间出现很多交叉符号时，也往往亦有外遇，并且亦有多段外遇。相对较轻或短暂外遇，但极有可能会外遇多次的手相。两条婚姻线极其靠近且长度不一的人，表示会在三角恋爱的关系上发生问题。如果上面的线较长的话，表示在结婚前会跟其他异性发生关系。相反的，如果上面的线较短的话，表示结婚后会跟其他异性发生关系。有三条婚姻线的人，这样的人主爱情复杂，贞操观念薄弱，且容易流于风流和多情。但若是智慧线好的话，说明他有一个聪明的头脑，因此就会可以避免与对方发生纷争。婚姻线特多4条以上，这样的人婚姻上特混乱，没有一个能让他留恋的婚姻，享受肉体的乐趣多于精神。因为他是一个频欲的好色之徒，所以很难过健全的家庭生活。感情线下垂弯曲且长度较短，一般有这种手相的人，自我意志能力较弱，有吸引异性的本能魅力，对异性容易一见钟情，不计后果。在开始一段感情时，热情冲动的他们很容易爱上对方，也极其投入，犹如烈火一般激情燃烧。可是当时间一长，最初的新鲜感过后，双方的感情会被淡化，也就变得不再稳定。一个新的诱惑很容易就会使其见异思迁。轰轰烈烈的爱情才是他们飞蛾扑火的原动力，所以有这种手相的人，一般爱情都不会长久。好了，寿命长不长都藏在手掌里。生活中做任何事都离不开这双手，但我们都好像不曾关注过这双手发生过哪些变化。可你知道吗？你的健康其实全被你掌握在自己手里。藏在手部的健康密码，每一样都能透露出你的健康情况，甚至还预示着某些疾病的风险。今天我们就来一一解密。1. 用大拇指测试你是否有主动脉流的风险。举一只手张开，保持4指不动，将大拇指向掌内并拢。若大拇指不能超过手掌边缘，即为阴性，属于正常现象。若大拇指轻松越过手掌边缘，为阳性，提示很有可能患有主动脉流。2. 这两处一掌动脉瘤一旦破裂，危及生命。主动脉瘤就像是血管壁上有一个吹大了的气球，虽然病程发展较慢，但随时可能发生爆炸。一旦破裂，约 20% 的人会在5分钟内死亡，剩余 80% 的人最多也只有6小时的抢救时间。一般主动脉瘤多发生在胸部、腹部，但症状表现并不典型，很可能被忽略。1. 胸主动脉瘤可能出现胸部或者背部疼痛、呼吸或者吞咽困难、咳嗽、声音嘶哑并逐渐加重的症状。2. 腹主动脉瘤可能出现背部疼痛、腹部一侧深处痛、腹部有跳动的包块。特别提示，90%以上的动脉瘤都与动脉粥样硬化有关，因此60岁以上有三高、习惯性便秘、长期高油高盐饮食、吸烟的人都是主动脉瘤的高危人群，要注意排查。若怀疑患有主动脉瘤，建议及时就医进行血管彩超检查。3. 手指呈杵状，严重时可能是肺癌。将双手中指向内弯曲，末端关节及指甲并拢，看两指甲根部是否有一个菱形空隙，若有即为正常，若空隙变小或者消失，则提示杵状指，可能与肺部疾病甚至肺癌相关。杵状指多与肺病相关，甚至提示肺癌。出现无痛性增生、肥厚、肿胀的现象，其可见于多系统疾病，但主要与肺部疾病相关，约占 75% 到 80%。当肺部出现病变，导致气管阻塞，
易诱发组织缺氧，从而在离心脏较远的手指末端表现为周围组织增厚，即为杵状指。此外，肺癌患者的杵状指症状可能出现比较早，往往先于其他的肺癌症状。4. 手掌颜色发生变化，警惕脏腑病变。手心位置是中焦的显示区，也就是食道、胃、肝、胆所在的位置。如果手掌颜色异常，可能提示脏腑病变，比如1. 掌心发黄，可能是心脾两虚。手心发黄说明脾胃功能虚弱，如果再加上大鱼际比较扁平，那就是心脾两虚。此类人群还多半有大便溏稀、腹胀、食少、健忘、失眠多梦、心悸症重等症。另外，颧骨高、两缩少肉、上眼皮耷拉、水肿等等，也可能提示脾胃异常。2. 掌心青紫发黑，可能是心肾气虚。手心青紫发黑，说明肾脏有问题。心肾的阳气可能已经不足了，通常还有心慌气短、后背凉、手脚凉、脸肿、手脚肿、夜尿频、记忆力下降、腰膝关节疼痛等症状。3. 掌心发红，可能预示肝脏疾病。大小鱼际出现片状充血、斑块、红点，可能是肝长的表现，需警惕肝脏疾病。如果任由病情发展，大小鱼际甚至可能由红色变为紫褐色。此外，肝病患者还可伴有眼睑、面色发黄、舌下静脉紫暗、蜘蛛痣等症状。4. 手部青筋凸起，警惕脑血管系统异常。青筋一般在皮下隐约可见，而中老年人手上的青筋则较为明显，尤其是夏季血流较快，血管舒张，往往会更加明显。这一般都是正常现象，但如果青筋异常凸起，就可能提示心脑血管疾病风险。1. 手背青筋明显，若手背中间青筋明显，可能预示心脏血管硬化、血脂代谢异常、心脏供血不好。若手背满是青筋，可能预示着全身血管硬化。2. 虎口青筋明显，老年人若虎口部位出现垂直于虎口与掌纹重合的明显青筋，可能预示着容易患心脑血管急症。3. 大拇指根部青筋明显，大拇指根部的中间位置是冠状动脉在手上分支的缩影，此处有青筋的人患冠心病的风险约为 60%， 即使目前检查正常，其5年、10年后也属于高发人群。而且青筋突出越严重，颜色越青，说明病情越严重。4. 大拇指侧青筋明显，这代表头部供血不足，经常头晕头痛。5. 大鱼际外侧青筋明显，这代表心律不齐，心脏跳得快慢不一，有时会有早搏、心悸、心慌的现象。6. 大鱼际底部青筋明显，代表体内寒湿重，已对心脏及关节造成影响，而且还会伴有腰酸背痛、关节痛等症状。7. 中指中部青筋明显，这代表常常头痛、头晕，大拇指的外侧也有青筋，说明从小就患有头痛、头晕，多数都是先天不足造成的脑部供血少引起的。8. 中指根部青筋明显，这代表脑动脉硬化，如果只是出在左侧，表示左侧脑动脉硬化或者经络不通较为严重，头部左侧容易出现不适。如果出现在右侧，说明右侧脑动脉硬化及经络不通比较严重，头部右侧容易出现不适。9. 中指下手掌青筋明显，中指下部手掌上部的区域出现青筋，代表甲状腺有问题，或者有慢性咽炎以及中医说的没氦气，是颈部经络不通的标志。10. 小指根部青筋明显，这代表先天肾气不足，而且腰腿没劲儿、酸软，同样是青筋越长越深，病情就越严重。11. 生命线内侧青筋明显，大鱼际上生命线内则出现青筋，代表过敏体质，易出现药物过敏和食物过敏，容易患湿疹、牛皮癣等皮肤病。5. 如何从手指预防疾病？一搓、二拍、三捏，养对手就是养全身。从中医角度来说，手上有很多重要的穴位，如合谷穴、劳宫穴、少商穴、鱼际穴，经常刺激这些穴位，就相当于对各个脏器进行按摩调节，有利于身体健康。具体怎么做？1. 搓一搓，
取一根上半部分有棱的筷子，把筷子放在手掌心，用双手反复搓动，直到掌心微热即可。2. 拍一拍，每天拍拍手心、手背、掌根，指尖互拍，虎口对击，对消化系统、泌尿系统、肝脾健康、关节健康等等都有好处。3. 捏一捏，每根手指都对应不同的脏器，比如拇指对应肺、脾，食指对应肠道，小拇指对应心脏。平时也可以捏一捏、按一按，有助于调养五脏。手相是通过观看一个人手部特征的方式来论命的科学，每个人的手相都是随着时间、地点的不同而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，我们要留意自己手相中的局部变化。人的运势好坏是一个综合因素，一旦发现自己的手相改变，那么预示你的运势发生变化，需要重视和调理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